大家好，这里是案件纪实频道。新娘，你愿意嫁给新郎吗？婚礼司仪转头问新娘马蓉。我愿意。马蓉一脸笑容，回答得干脆利落，说完还主动吻了新郎。这在大家看来是一个无比幸福和浪漫的画面，但实际上，这对刘冰来说是一个极其残酷的事情。从另一个城市日夜兼程赶来的刘冰，就在此时跑进了婚礼殿堂。他在台下看着马蓉和新郎互戴戒指，互相拥抱，他心如刀割，万念俱灰。原来，几年前，马蓉和刘冰同时是广东一家建筑公司的员工，他们在同一家公司工作，共同的目标和梦想让他们的心渐渐靠近。刘冰这个阳光大男孩，总是以他的热情和乐观影响着周围的每一个人，而马蓉以他的聪明和勤奋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和喜爱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人在工作中的默契越来越好，他们开始分享彼此的生活，谈论各自的梦想。刘冰被马蓉的独立和才华所吸引，而马蓉也被刘冰的真诚和善良所打动。他们的感情在平凡的日子里悄悄萌芽，最终绽放成爱情的花朵。刘冰的家庭条件虽然不算顶尖，但他的父母都是勤劳朴实的人，他们给予了刘冰足够的爱和支持。刘冰从小就被教育要诚实守信，要对家庭负责，这些品质也深深影响了他对待感情的态度。当他决定将马蓉介绍给父母时，他心中充满了期待和信心。马蓉虽然出身普通，但她从未因此而自卑。她凭借自己的努力，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。她知道自己的价值，也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当刘冰向她表达了想要共度一生的愿望时，她感到既惊喜又感动。她知道刘冰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，他的爱是真诚的，是值得他托付终身的。在刘冰的家中，马蓉得到了刘冰父母的热情接待，他们对马蓉的聪明才智和独立性格印象深刻，很快就接受了她作为未来儿媳。刘冰的父母开始和他们一起筹划婚礼，讨论婚车婚房的细节。他们希望给这对年轻的恋人一个美好的开始，让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满幸福和甜蜜。马蓉的家长了解到刘冰的家庭条件不错，便也很是赞同这件婚事。这本是皆大欢喜的事情，可谁曾想，意外突然发生了。马蓉被确诊为白血病。马蓉听见噩耗，吓得不轻，悲痛欲绝，但刘冰却一直鼓励安慰她。小蓉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治好病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刘冰抛开了工作，专心陪马蓉治病。他带着马蓉跑了一个又一个医院，但由于技术的限制，马蓉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。刘冰四处搜集信息，查到天津的一家医院对白血病的治疗很厉害，便带着马蓉跋山涉水去到天津。刘先生，从病情来看，马蓉需要移植骨髓，目前首先需要找到适配的骨髓。医生告诉刘冰。让刘冰高兴的是，合适的骨髓在不久后找到了。可是，虽然找到了合适的骨髓，但接下来该面对的就是昂贵的手术费和治疗费用。前段日子带着马蓉四处治疗，刘冰已经将婚车婚房都卖掉了。火烧眉毛之际，刘冰顾不了那么多，他直接做出了卖肾换钱的决定。刘父刘母知道后心痛不已，便改变了先前不赞同儿子为女友治病的态度，为儿子四处凑钱。几番周折奔波，马蓉总算是慢慢康复了。可是如今马蓉康复后却嫁给他人。马蓉，刘冰在台下大叫了一声马蓉的名字，眼里满是不甘和责怪。马蓉在人群里看见刘冰，瞬间慌了。保安，保安，快将他轰出去！他是我的一个追求者，今天一定是来捣乱的。刘冰刚想要辩解，就被保安拦住了，
无情地轰出了婚礼殿堂。刘冰呆呆地站在门口，伤心欲绝。原来自己在女友心里就是一个治病的工具。但几年后，马蓉仿佛是遭到了报应，接连遇到奇怪的事情，直到刘冰，马蓉的事情你知道了吗？你当初为了给她治病欠下了一屁股债，但她却忘恩负义，病好后转眼就嫁给自己的老板，现在也活该，这是她的报应。一天，刘冰的一位好友突然打电话给刘冰，喋喋不休地说了这一段话。他怎么了？刘冰还不知道马蓉的事情，好奇地问道。他已经死了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什么？得知这个消息，刘冰心情极其复杂。难道他真的遭到报应了？刘冰在心里嘀咕着。原来，自从结婚后，马蓉过得很不安稳。她看上自己老板手中有权有势，当初便狠心抛下深爱自己的男友，去巴结老板，和老板结婚。可是，她的老板并不是什么好人。自从结婚后，他就一直处处挑剔嫌弃马蓉，说她是乡下来的土包子。马蓉渐渐才知道，老板结婚前天天在外面沾花惹草，他的父母为了堵住众人的悠悠之口，便决定让他早点结婚，免得名声越来越臭，从而影响了公司的发展前程。正是因为这样，自己当初才那么容易成为老板的妻子。最近这2年，老板越来越嫌弃马蓉，做出了很多出格的事情。你和你手机里那些女人的聊天记录是怎么回事？你管我呢？你算个什么？吃我的喝我的，你凭什么管我？老板甩开马蓉的手，将她一把推到了地上。老板缓缓坐到沙发上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当初那么狠心，甩了耗尽钱财给你治病的男朋友，婚礼上叫你名字的那个小子就是你男朋友吧？我看你就是为了我的钱才和我结婚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他是为我治好了病，但那都是他自愿的，早就不喜欢他了，我只喜欢你啊。马蓉见老公发怒，赶忙爬到老公身边，满脸泪水，苦苦哀求。她生怕失去了这荣华富贵的生活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当初不是真心想娶你的，我现在已经腻了。你要是还想留在我家里，就不要管我的事情，像一个保姆一样服务我就好了。要是你敢再干涉我的事情，我就和你离婚。老板甩开马蓉的手，撂下狠话便离开了。自那以后，马蓉过得很凄惨。不久后，马蓉每日都感到头疼难忍，她去医院看医生，但医生始终诊断不出个什么结果出来。马蓉见一直查不出病因，心里感到很恐惧，难道自己真的遭到报应了吗？她每日都过得惶惶不安，她一直琢磨着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，心里害怕的要命。日子久了，马蓉的反应能力和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差。一天，马蓉正准备出去买菜，可是当她走到楼梯口时，突然头疼得厉害。她抱着头，精神变得恍惚，她感到头晕目眩，然后一下子从3楼的楼梯上跌了下去。这一跌后，马蓉便去世了。马蓉的父母得知女儿的去世，伤心欲绝。他们连夜赶到女婿家中，看见女儿的尸体，两人痛哭流涕，久久不能平复情绪。安排完女儿的丧事后，父母2人在整理马蓉的遗物时，发现一个日记本，里面写了近1年的日记。父母2人便打开日记本来看，发现里面写的都是马蓉恐惧和害怕的心情。今天又是头疼难忍，但医院一直查不出原因，我是不是要遭报应了？是我对不起刘冰。在马蓉的葬礼上，天空阴沉，乌云密布，仿佛连天地都在为这位不幸的女子默哀。刘冰站在角落，默默地注视着马蓉的遗像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曾经深爱的女人，如今已经化为一抔黄土，而他自己也从那段痛苦的回忆中逐渐走了出来。马蓉的父母在整理女儿的遗物时，发现了那本记录着马蓉心路历程的日记本。他们翻阅着，
心中充满了悔恨和自责。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贪念和短视可能是导致女儿悲剧的重要原因。他们决定将这本日记本交给刘冰，让他了解马蓉内心的真实想法。刘冰接过日记本，一页页地翻看，他的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。日记中，马蓉记录了自己在病中对刘冰的思念，以及康复后对未来生活的恐惧和迷茫。他在文字中表达了对刘冰的愧疚和对自己选择的后悔。刘冰读着读着，心中的怒气和恨意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悲悯。马蓉的死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刘冰自己的内心。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，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为过去的事情而痛苦，却忽视了眼前的生活和未来的可能。他决定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。刘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他用自己的经历去激励和帮助那些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人。他成为了一个励志讲师，用自己的故事去告诉人们，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和困难，都不要放弃希望，要勇敢地面对生活。刘冰的父母看到儿子的变化，心中充满了欣慰。他们知道刘冰已经从马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他们也决定支持儿子，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在一次公益活动中，刘冰遇到了一位名叫李静的女孩。李静是一位志愿者，她善良、热情、乐观，她的出现像一缕阳光，照进了刘冰的生活。他们开始交流，分享彼此的故事和梦想。刘冰被李静的真诚和善良所打动，他们的关系逐渐升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刘冰和李静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他们一起参加公益活动，一起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在共同的事业中，他们的感情日益深厚。最终，刘冰向李静求婚，李静欣然接受了。他们的婚礼简单而温馨，没有华丽的场面，却充满了真挚的情感。在婚礼上，刘冰深情地对李静说：“李静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让我重新找到了爱和希望。我会珍惜我们的每一刻，和你一起走过未来的每一天。”李静眼含热泪，紧紧地握住刘冰的手。她知道，她和刘冰将会一起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，共同创造属于他们的美好未来。马蓉的故事虽然以悲剧告终，但她的死亡也给刘冰带来了新生。刘冰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，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和生活的意义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生活中的每一个挫折和困难都是成长的机会。只要我们勇敢地面对，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